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远。等一下我要去我的第一场签书会，在高雄梦时代啦。那我现在就是要整理头发，赶快去现场就是协助一下。那等一下就会有签书会，但不知道会不会有人。不过今天会改造一位读者，所以我会在现场帮他剪头发，然后做一些改造。那今天就是签书会的 vlog。那这支影片的话，应该就会把高雄跟台北剪在一起，变成一个签书会特辑。造型中，我的造型师。现在要去梦时代了。我们现在在休息室，等一下就有签书会。这是我们今天要改造的。我以为是拍照而已，结果是录影的。是录影啊！身为一个 YouTuber， 怎么可以一直拍照？等一下我们上台就会帮他改造。你会紧张？不会吧？还好啦，我觉得我比他紧张。真的，我又没有办过签书会。对啊，我怕没有人。不会啊，应该会有人吧？挺多人。真的吗？好啦，希望等一下有人。待会见。相信呢，大家刚刚已经有等了一段时间了。我们很开心，今天在政大书城可以举办这一场“你好，我是卢志远”的新书分享会。那今天他在这个现场要用他的另外一个身份跟大家见面，就是一位作者，他带来了他的这一本新书“你好，我是卢志远”。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他自己到场，跟大家分享很多精彩的美发知识以及故事。好，那我们掌声欢迎他。嗨，会啊，会害羞啊，会害羞啊，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，但是我们会改造一位读者，然后就是改造他的发型给大家看。我想先请问一下志远，因为刚刚有听到你有很多的身份，然后你今天又是提到一个作者的身份，带来了这一本最新的新书的作品。那想问说，你怎么会想要出这本书？我觉得出书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关于发型的书真的太少了。我们一般看到都是一些比较像流行杂志，可是如果我们只看见流行杂志，不一定知道这个发型是不是适合自己。我想要有一本专业的书，让你们可以自己去寻找自己能适合什么样的发型。我觉得大部分人来进沙龙都是想要变得更好跟更漂亮。我们的确很少时间能告诉你们更多生活上整理头发的事情。那无论透过网络或透过书，我觉得我们都能达到更好更是。更重要的是这本书，即便是消费者，我觉得专业发型师也很值得看。他在看这些书的过程中，他也会得到一些学习到一些专业知识，能带给你们更好的结果。大家都是想变成美的，我觉得无论你是任何一个职业，那书里面就会提到，我们写的就是形直色，就是你要有型，然后就要有质感，然后头发的颜色，那每一个地方都去堆叠起来，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美的人。在旁边的话，就是书里面最多的内容。那怎么样让你的刘海比较听话一点？那头发怎么吹不会毛躁？那这一些的话，都会是书里面有提到的。我觉得除了女生以外，男生看的大概就是那些知识类的那造型类的话，我想就是你老婆在看吧。我自己觉得我们有很多场合是需要自己用头发，就是你可能去喝喜酒、面试，就是在你生活中有很多重要的小事，对别人的小事，但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你可以学会更加的学会整理自己的头发，就是那个阶段的你应该都可以了解自己。希望这本书是带来这样子的功能跟价值。要求是把脸变小，还是变年轻，还是？我觉得把脸变小。把脸变小，所以最终目的都是脸变小。我自己觉得女生发型最终的目的，终极目标就是脸变小，最好能像奈米一样，就是越小越好。邀请你跟志远拍一张合照。好啊。
结束了，那就等台北场。拜。今天剪得很漂亮。他说我头发太长了，所以要修一点点，不然做起来会不好看。我等下签书会，所以我现在在整理我的头发。我跟我朋友说我要整理的像男明星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来台北用头发可以找他，如果你找不到我再把他资讯丢在下面。给大家看我新发型，这里剪得比较干净一点点。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男明星的感觉，我很少用这样的，但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就是我很少把头发剪干净。他叫Chono，反正就是在中山站，应该是中山站。好啦，再去他 IG 好了。谢谢。要改造的模特，但她很漂亮啊，所以大概小小的改造，从北韩带她到南韩。现在真的是北韩发型吗？其实还好，现在是脱北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把它正式变成南韩的。等一下就签书会了，今天也一样会改造一个模特，然后她是台北的模特，就这样。谢谢你今天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好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频道？在他的这个频道，你好，我是主持人里面呢，里面有非常多他生活中关于发型知识的分享。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他以作者的身份在现场，那要为大家来分享他的新作品。让我们掌声先欢迎志远。大部分我们都是看到是发型书，就是你到发廊还是到书店都会放流行杂志，你会看到很时下的发型。那些日本杂志或韩国杂志，你会看到那么多流行的发型，但是你可能不确定那个发型适不适合自己。所以你当初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你有什么主要想要沟通给大家，或者是你想要让这本书它其实是可以有什么样的功能、什么样的作用？这本书里面，如果大家有在翻的话，这本书里面有讲到跟脸型比较有关系，然后发质、脸型啊、发质啊，或者是到底怎么吹头发、怎么护发。这一些，我觉得里面说都是很日常的，里面可能没有要教你把它做成大明星的发型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无时无刻都在金曲奖上啊，我们也没有随时随地要被棚拍，要拍专辑封面，但是在日常生活中，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更知道怎么打理自己。那我觉得在沟通这件事情，就是你到发廊是沟通是一个很大的关键。那你要跟发型师沟通，前提是你必须要了解你自己。你想要什么东西，还是你自己的头发是怎么样的？这样子的话会更有助于沟通。但是我不知道女生设计师会不会这样，就是有两件事我比较少听到。第一个就是帮我变年轻一点，这个我很少听到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女性想在一个男生面前承认自己老，但其实你们可以说的，我会比较快接受到这个讯息。好像女生也不太敢在男设计师面前说我要剪可爱一点，但如果你的设计师是女生，你可能会跟她，你知道姐妹淘，我要剪可爱一点。那因为如果你在男生面前讲，好像显得你很三八，但其实不会的。你可以跟发型师说你的职业，因为这个职业会决定你的 range。比如说你想要做挑染，那你跟他说，但我在银行上班，他不会把你染成一个彩色的吧？他知道你在银行上班，他会知道你的生活环境跟你的周遭容忍度到哪。
不要让你的设计师赚钱，先让他萎缩他3个月，3个月之后，你照着镜子，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另外一个样子。那个时候你再做决定，我觉得会更好。如果你想要卷发是蓬松的，然后你要是细软发，但烫头发是一种选择。那如果第二种的话，我会觉得可以，网上不是有一些编头发的方式，或者是把它卷，但你可以在快干，头发快干的时候就卷上那些东西，然后睡觉，睡醒就把它裁掉。你可以从湿到干的时候定型，在这段时间都是那样固定的。这样固定之后，你的头发会比较容易维持。如果你编辫子，我觉得得到还蛮好的结果。不一定要烫头发，但你可以试着不要把头发吹干，因为大部分造型都叫你吹干之后再造型。但你可以在你半干的时候就开始做，因为等到干你就已经回到扁的时候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即将进行我们的签名喽。好，台北签书会就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来参加，就是还是要去买书吧。很多人有问会不会出男生的，不过之后再说啊，因为写书真的是有一点点麻烦跟劳累的事情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，下次影片见，拜。侧录师。